1945年8月15日正午，昭和天皇御音放送，仅仅4分36秒，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那是许多日本人生来第一次听見神的声音。通過廣播頻段，神明是不該走廣播這種世俗人類的渠道的。但是那天他走了，也就意味着他不再高居神壇，這個神話也迎來了終結。最近這1-2個月，日本新聞圈最搶眼的當然是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對於上台之後的政策表態，其中就包括了要把防衛預算更快拉升到 GDP 的2%，原目標是2027年達到，現在要提速到本財年之內達到。雖然我們都知道這完全是受到了美國的壓力，日本最終還算談得比較成功的是美國的主要盟友中最終軍費占 GDP 的占比比較低的。但是這麼大的事情不可能只有宏觀敘事，這不只是財政數字，也牽動着國民身份、對外態度和歷史身份的再討論。當代日本為什麼要更像一個普通國家？這裡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你會發現日本民間支持軍隊正常化的人和反對自衛隊解綁的人都認為自己的主張是促進日本更像一個普通國家。這就不得不提到正常化之前日本着重宣传的那一套非常異常的邏輯——武士道。之前的幕府將軍大火，很多評論人士說這部劇真正向外國人展示了武士道，但是其實上面這2個武士道應該是不同的詞。其實武士道的內涵有過2次大變化，從誕生到戰國時代的武士道、江戶時代的武士道以及近代日本的武士道是有極大區別的。後2個武士道其實都更像是統治者為了宣傳方便而強行污染了詞彙。幕府將軍中表現的更接近江戶時代的武士道，而今天我們要聊的是最變態、最異常的近代武士道。這裡是花散裡，喜歡這樣的內容，別忘了先點讚訂閱呀！催生近代武士道的土壤是神道文化，神道並非是有教義的宗教，而更像是一種無處不在的系統服務。它強調萬物有靈，強調祭祀與禮儀。進入明治時代之後，這套傳統被國家機器吸納，最開始可能是為了破除根深蒂固的佛教帶來的迷信，但是後來形成了國家神道之後，神道與皇室禮儀捆綁在一起，可能讓當局看到了在民主平等的背景下實行高壓之時的可能性，进而地位一路拔高。另一方面，佛教和来自中國的儒家倫理也在日本長期沉澱，忠義、禮、誠、名譽這些詞在日本具有極高的道德語境，而後成為武士道。當然，這僅僅是一部混合内核的系統，從來沒有一本武士道法典來真的規定這些。如果硬要打個比方的話，它更像是多個應用疊加的配置文件，在不同歷史時期被不同的權力與思想調參。過去的武士道和歐洲的騎士精神有諸多類似之處，但和騎士不同的是，武士道並不需要政權認證。另外，武士道也明顯更歌頌死亡。之後，在戰國長期割據的年代，武士改組備盟成了家常便飯。所謂的忠的高度就取決於地緣、人際和現實利益。真正把規範化的武士倫理推上台面的是持久和平但又非常頻繁的與平民衝突的江戶時代。嚴格的說，就是要沒仗可打才能更多的考慮體面。事實上，就是因為與民間多有衝突，促使了武士道習慣的保留，加上德川幕府還直接明文規定了武士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而到了明治時代的國家建構，統治者進一步把武士道加工成可以對內凝聚、對外陳述的日本之魂。學界如今普遍認為，我們現在熟悉的武士道敘事，絕大多數都是日本進入了近代化社會之後發明的。在日本帝國時期，武士道是日本官方話語體系的一個重要部分，無論是在內宣還是外宣上都是。1900年，新都戶稻造用英文出版了《武士道：日本之魂》，受到了日本官方的大力宣傳。在官方定義中，這本書向西方解釋了日本為什麼是這樣，也便於日本對外講述日本人是誰。這本書的影響很大，但是其中的歷史真實性很被質疑，它更像是日本官方挑選出來的面向國際社會的文化名片，目的是用日本自有特殊国情在此為基礎，說服發達國家們接受日本發生的不夠現代的事情，而並非對中世紀武士真實生活的田野復原。不過整體來說，20世紀初期日本的主流民意是全盤西化。這本書在西方大获成功之後，又反哺了日本國內的武士道和日本人的定義。到了大约10幾20年後的軍國主義攀升期，忠誠、名譽、犧牲已經被認為是日本精神和武士精神的詞條，也被寫進了日本各種學校與軍隊的基礎課程之中。當然，這種近代武士道一開始確實是從江戶時代的武士道發展來的。與更傳統的武士道相比，德川幕府最主要的改進包括進一步提高紀律、記憶和服從的重要性。武士道原則可以被用來無限上纲上線，可以超越人格，以及增加
加了對禮儀、對仗、藩鎮與教育等等文職傳統的要求，本質上是專制帝國時代進一步管控和削弱統治工具的正常創意。同一時期，其他的專制帝國們對於自己的開國階級也都有類似的安撫勳貴、打壓底層的做法。但是掛名武士道之後，日本帝國就可以聲稱不是回歸專制時代，而是回歸日本歷史傳統精神。當然，這也只是正常 SOP， 別說是近代了，即使是二戰之後的當代著名獨裁者們，也幾乎都把回歸傳統的聲量唱得很高。對於外國而言，第一次見識到這種日本近代武士道的威力是在日俄戰爭中。當時的旅順要塞被稱為血肉磨坊，乃木希典反覆強攻203高地與要塞群，讓日軍承受了慘烈傷亡，他的2個兒子也先後戰死。這種罔顧士兵死活的戰術，在日本國內不僅不被譴責，反而喪事喜辦，宣傳士兵們英勇無畏、舍生忘死。戰爭之後，乃木更是被明治政府塑造為新時代的軍神。1912年明治天皇臨駕之日，乃木希典與妻子靜子在家中殉死，被日本人認為是以身殉國的真正武士。其實乃木希典殉死的事件在當時引發了極大爭議，即將迎來大正德波克拉西的日本人們借此開始討論忠義的上限在哪裡這個曾經的禁忌話題。但是在之後的幾十年，哪些聲音會在日本消失，哪些聲音會代表日本，不言而喻。後來流傳下來的民間段子也大多是各種借此稱頌武士道的內容了。进入昭和时代後，武士道在日本已經神聖不可侵犯且深入人心，表現形式也比明治大正時期又極端了很多。而且昭和时代後，有常識的人在日本帝國決策層中極難立足，導致沒有人幫忙掩蓋在日本流行但是在海外看來非常識的極端觀點了，一時醜態盡出。一直到二戰時期，武士道狂熱一直都在升溫。這時日本的武士道內容已經和武士時代基本無關了，都是符合帝國政府需求的附會，基本就是日本帝國在戰前給國民打的一針興奮劑。不僅日本國內的武士道精神要求越來越高，日本人也越發覺得英美等國的人不懂愛國，也不敢犧牲，肯定一觸即潰，然後進一步發展為認為日本單兵作戰能力遠超國外，可以以一打多，以至於出現了各種讓盟軍匪夷所思的日軍操作。在瓜達爾卡拉爾戰役中，1942年8月21日，樱木清直率領先頭部隊夜襲美海軍陸戰隊第1師陣地，自信850精銳足矣。結果日軍在機關槍與炮火的交叉扇面下，依然多次發起衝鋒，該先頭部隊陣亡約800人，幾乎全滅，而美軍僅陣亡了40餘人。末期的神風特攻確實給盟軍造成過命中及重創的心理壓力與短時間的戰術殺傷，但是以戰役戰略層面看，成本收益極不對稱。但是武士道入島的日本早已習慣了不去計算或者少計算國民的成本，並以此高估收益預期。自殺式襲擊當然無法逆轉綜合國力和工業體量的差距。美國海軍歷史研究的估算顯示，神風式攻擊在某些時間段有高達30%多的命中率，但是一次性的人命推進器無法傳承經驗和複製成功，而美軍飛行員和水手會很快從教訓中學到更好的應對方式。到1945年8月，日本高層內部出現了投降還是抗戰的劇烈搖擺。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在8月15日切腹自裁，並在遺言中表達以義死謝大罪的意思。他究竟想謝的是對軍隊之罪，還是對天皇之罪？史家仍有討論，但極少有人認為指的是對日本這個國家或者國民之罪，因為從他的經歷來看，他是真心把那些武士道的動員話術當成了自己的人生信仰。同一天，日本投降，戰爭結束之後的日本迎來的是糧荒、復員人員激增與社會秩序的重建。由美英中蘇組成的佔領當局設定了維持社會底線為首的任務，推動糧食與公共衛生等項目的救濟與配給。當然，中國、英國、蘇聯都沒有什麼餘力，而且也沒有在日本停留多久。日本人對這一時期的集體記憶主要是美式罐頭。一般認為，日本國民整體的軍國主義思想從戰爭末期開始動搖，然後戰後的物質不足迅速清除了日本人對於戰前精神宣傳的依賴。當然，悲劇結束了，不是事情就真的結束了。沒有記憶、沒有反思的話，悲劇一定會再次發生。都不承認問題存在過，又何來改正問題呢？對吧？從5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文藝界十分流行揭露傷痕、警示未來的內容，但也有反過來認為失去了武士道的當代日本才是數典忘祖的主張者們。1970年11月25日，作家三島由紀夫率領盾之會突入自衛隊四股總監部，劫持了總監，並且在陽台發表演說，試圖喚起軍人的武士精神，結果是噓聲一片。隨後三島切腹，學生領袖生田必勝
分擔任介錯，卻因為缺乏經驗數次未成，最後由古賀浩進完成了介錯，更是成了有隱喻感的相當諷刺的一幕。現在對於武士道的很多固定表達，本身就是在19、20世紀在对內動員和对外敘事中逐漸發明的，也難怪現代的武士道支持者們連切腹的技巧都不會了。當然，大家的過去都不是什麼好鳥，畢竟全世界整體進入相對文明的時間並不長，這些能夠塑造民族和國民自我認同的傳統中都有很多糟粕，他們被怎樣使用，怎麼用他們解釋今天，才是當代各國的課題。如果一種道只能靠犧牲下一代來證明祖宗的正確，那它多半是條歪路。歷史中的武士道有它精華的倫理、自律、守信、重名譽，這些都可以建立商業社會的基石，但是也可以強調它的極端部分，成為以命碰鋼鐵的動員學，成為把人當成消耗品的集權社會的基石。不同選擇的結果，日本已經給各個後發國家打了個樣。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熱推，還有硬幣啊！我們下期再見。